这孩子没睡醒吧？正当魏无羡兀自迷茫着，蓝景怡也突然扑了上来，涕泪齐下，口中大叫道：“魏前辈，前辈啊，你真是太苦了啊！”景怡这是超书超疯了吧？魏无羡被二人扑的身子不由向后一倾，便立刻被蓝忘机扶了一把，两人的身体挡住了他的视线。他透过缝隙看向欲扑不扑、将气不气、欲言又止的精灵，连忙道：“哎，打住打住，都给我下去！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，体统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？你们寒光军可在这看着呢。”精灵忍不住嘟囔道：“最不知体统的人，居然还会教训别人不知体统。”魏无羡将蓝思追与蓝景怡二人从身上扒下去，听到精灵这一句，则道：“能不能别选你舅舅，一个两个的都教训起我来了？”精灵无所谓的耷拉下眼皮：“你说谁？”听到此声，魏无羡笑容一滞，瞬间直起一直斜靠在蓝忘机身上的身子，有些不敢置信的眺望发生处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江澄，此时正注视着自己，而在他身边，魏无羡看到了更多的人：江叔叔、于夫人、金子轩，还有江厌离。视线不可置信的继续偏移，他看到了更多人：金光瑶、聂明觉、蓝曦臣，一些不知名但是略觉眼熟的修士：温宁、温情，越看越不可思议。身体被迫的逐渐从懒洋洋的状态脱离出来。是梦还没醒吗？魏无羡看着这些永远都不可能会出现在眼前的人，有些懵然。魏无羡回过神，对着蓝景怡挥挥手，示意他过来。蓝景怡依言过去，等待他的却是一记铁拳。蓝景怡被这一拳打得措手不及，跌坐在地上，捂着脸痛苦的哀嚎：“能碰到，不是梦。”众人一片无语。精灵心中暗忖：不愧是和舅舅一起长大的，连辨别梦境与现实的方式都一样。阿羡，魏无羡身体猛然一僵，此刻江厌离正眼眶微红，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。魏无羡满心不敢置信，他怔愣在原地，那边又换了声：“阿羡来师姐这边。”短短几步路，魏无羡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挪过去的。待反应过来，近在咫尺的江厌离双臂张开，做出拥抱的姿势，正与多年前的记忆重叠。那年月夜树下，小小的江厌离一如现在这般，双臂张开，随时准备接住赘述的他。魏无羡的眼泪顷刻间夺眶而出，他亲身投入为他张开的怀抱，双臂紧紧环抱着，怀抱一寸寸的收紧。江厌离被勒得发痛，却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安抚似的抚摸他的背。魏无羡百感交集，哽咽的连话都说不清：“师姐是你吗？你回来了吗？这次不是做梦了吧？师姐，对不起，师姐，我对不起你。”如魔咒一般砸在江厌离耳边，感受着后颈处的湿热，句句声泪俱下，直叫人肝肠寸断。江厌离再一次哭出来，他轻拍埋在他颈间的头，口中亦是哽咽道：“乖，不怪你，师姐不怪你。”魏无羡哭出了声，任着魏无羡趴在自己肩上哭了半晌。江厌离眼圈红红的，终是不忍再听这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他柔声道：“好了，别哭了，这么多人呢，一会儿阿成又该笑话你了。”魏无羡缓缓止住了哭声，抽噎几声，哑着嗓子道：“让他笑，从小到大让他笑过多少次了，还怕多这一次吗？”江澄带着有些浓重的鼻音嘲讽道：“你倒看得开。”一旁传来略带怨气的一句：“我说你哭够了吗？哭够了就松开，明明是我老婆，还要被你们一个两个的抱这么久。”魏无羡缓缓从江厌离的怀中抽离出来，看向金子轩，有些不知该做什么表情，半晌有些尴尬的道：“金子轩。”金子轩眉梢微挑，道：“或许你应该叫声姐夫。”魏无羡淡然道：“想得美。”金子轩不置可否的理了理衣摆，须臾，魏无羡道：“对不起。”温宁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温情跟随在他身后，他来到金子轩面前，直直的跪了下去。兄师本应没有任何表情的，可金子轩在这一刻却能感受到他深深的悔意。“金公子，对不起。”金子轩看着这个杀了自己的凶手，但他无法开口说出那些原谅他的话。是他造就了自己无法陪在阿玲身边的遗憾。沉默半晌，金子轩冷然道：“我接受了，可我不打算原谅你。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
阿玲也长这么大了，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。温宁愣愣的，不知该说什么。倒是金子轩又开口道：“不过，你要是想要做点什么补偿我的话，那也行。以后阿玲的安危就交给你了。她要是出了什么事，金子轩，你应该知道，是我的错，与温宁无关。”魏无羡打断他，温宁连忙道：“不是的，是我的错，跟魏公子没关系。”金子轩望着争相抢错的二人，半晌颇为洒脱的道：“打住吧，事已成定局，争论谁对谁错也没意思，就别说这种废话了。我们时间不多，就别浪费在道歉上了。”魏无羡闻言有些愕然，问道：“时间不多？”江厌离解释道：“阿羡，我们都是已死之人，侥幸来到这个地方，能得此一见，便是万幸。等故事讲完，我们好像就该走了。”魏无羡越听越茫然，故事……魏无羡，真没想到还有再见面的一天。温情傲然的声音响在耳边，魏无羡收了思绪，他笑道：“是啊，没想到。”旋即又问道：“后悔当初的自作聪明吗？”温情微笑道：“有什么好后悔的？逃不过的，早晚都会是这种结果。如今阿苑和阿宁能好好的，这便是万幸。”魏无羡也笑了，目送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。魏无羡思绪又飞到那天伏魔洞中的情形。好一个高傲的女子！阿英，一道声音惊醒了魏无羡的沉思，他猛然一颤，脖子略有些僵硬的偏过头看向最旁边的江丰眠夫妇，一如记忆中的模样。江叔叔依旧慈眉善目，于夫人是与江澄如出一辙的面目冷冽，可这次二人却手臂相挽，于夫人眉宇间更是罕见的舒展出一抹柔色。魏无羡原本已经沉缓下去的情绪又猛然高涨起来，胸腔有些发闷，呼吸变得急促，眼眶有些微微的刺痛，可能之前哭得够多了，现在反而流不出眼泪。他几步移了过去，站在二人面前，三人相视片刻，魏无羡突然跪了下去，众人皆是一怔。魏无羡端正的跪着，想着过往种种，头瞬间重于千斤，怎么也抬不起来。他沉声道：“江叔叔，于夫人，对不起。于夫人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祸害，是我连累的莲花坞遭遇大劫，是我后来没有护好江澄，我还杀了金子轩，葬送了师姐的幸福，后来我还害死了师姐。”魏无羡越说越痛苦，声音微微发颤，他甚至不敢抬头去看他们的表情。当初收养的孩子，最后劲垒的莲花坞几近灭门，换作是谁都想杀了自己吧。一瞬间晃过一丝解脱的念头，就让江叔叔和于夫人杀了自己吧，让他们以泄心头之恨，也让自己别再这么愧疚的活着。一边的江澄神情突然复杂起来，忽然魏无羡察觉到身边一暗，偏头看去，竟是蓝忘机不知什么时候跪在自己身边。魏无羡正然间心中什么滋味都有了，他缓缓道：“蓝湛，与你无关，起来吧。”蓝忘机岿然不动。江丰眠看着跪在自己身前的二人，缓缓叹出一口气：“你们二人都起来吧。阿英，后来这些年的事，我大概都知道了，错不在你，你不必觉得愧疚。你只要记住，无论何时，无论身处什么境地，都不要忘记自己心中的道义，明知不可而为之就够了。你不愧为我江家的子弟。”闻言，魏无羡再次落下泪来，他缓缓抬起头，只见江丰眠的表情显露出的尽是赞许之意。于夫人冷冷开口，一如往常的口气：“从前让你跪，就知道偷奸耍滑，如今你倒是跪得老实，还不滚起来？”魏无羡听到这熟悉的语气，怔然片刻，在蓝忘机的搀扶下，他才慢慢起身。魏无羡环顾一周，心中是越发惊奇，该出现的，不该出现的，如今都出现在眼前。魏无羡道：“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”江澄闲闲开口道：“看你耍威风的地方。”魏无羡没明白。江厌离轻轻笑道：“你看。”魏无羡视线顺着江厌离的指引游离到漂浮在半空中的画面上。此刻画面又回到乱葬岗的伏魔洞口处，魏无羡与蓝忘机及蓝家几名少年精灵站在一边，各个家族的修士站在他们的对立面，剑拔弩张的气氛带动着魏无羡回想起了当时的场面。魏无羡偏头问向蓝忘机：“那里面的是我们吧？”蓝忘机点了点头。魏无羡看着画面若有所思，半晌道：“这是在讲我们？”
蓝忘机又点了点头。巨石？巨石？从何时讲起？从我们少时到现在，第2次乱葬岗围剿。魏无羡不解道：奇怪了，这东西怎么知道我们这么多事？蓝忘机摇摇头，须臾，他道：你方才不是在做梦？魏无羡一顿，反应过来什么，心底一阵发紧，半晌道：你的意思是，刚刚我在这里面？蓝忘机再次点头。你们在场的诸位都看见了？蓝忘机继续点头，